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就是徐指导的队友，也是今年闯进爷爷赛道的一位新朋友。这次会带来谁的故事呢？我们掌声有请杨仔儿。哎，大家好，我叫杨仔儿。小时候家里一直教育我要乐于助人。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正在校门口买烤肠，突然过来一个叔叔拍我，说：“小伙，我钱包丢了，能不能给我2块钱坐车？”说实话，我真想帮他，但我手里只有2块钱，给他我就买不起烤肠，很纠结。你说你非得这时候来找我干啥？那刚才买作业本那时候你干啥去了？你们也知道烤肠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诱惑力。当时你想让我帮他，除非能奖励我1根烤肠，我愿意帮他，但不愿意无偿帮他。我想给他留下一个那种爱莫能助的印象。琢磨了一下，我掏出1块钱，我说：“叔叔，你看，我只有1块钱。”没想到他说：“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他就跑了。哎，他跑了，我咋整啊？我还剩1块钱，买不起烤肠，人烤肠都给我做上了。实在没招了，我也赶紧跑吧。我再不跑，一会儿烤肠做好了，我还得再听一遍：“1块钱你吃个屁烤肠！”我总是不知道，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求助。之前碰见过那种卖花的老太太，拿着1朵玫瑰花往我怀里头塞。说：“小伙子，买1朵吧，就当帮我了。”我寻思行啊，无私奉献一把。没想到我刚在那儿付完钱，一抬头面前又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拿着1朵玫瑰花。这小伙子也帮帮我吧。不是，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在这无私奉献呢，他们怎么有丝分裂了？哎，我当时有点被自己的好心给架住了，我只能安慰自己说好事成双。但老太太分裂的速度有一点太快了，马上就呈指数级增长围了过来，好事成双很快就变成了十全十美。我这么多老太太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老龄化这么严重吗？我当时那个场面太诡异了，一帮老太太围绕着我。一人举着1朵玫瑰花，我发誓这是我唯一一次帮助卖花的老太太准确的说是13次。当天拎着13朵玫瑰花落荒而逃，回去的路上也很尴尬。你说我一脸木讷的往家走，拎着13朵玫瑰花，谁会觉得我是一个好心人？只会觉得我表白失败了。我感觉我就是太心软了有时候看不了别人那种那样可怜巴巴那出看着就总想帮一把。之前跨年我又遇见过一个卖玩具球的老太太，我咋总能碰着这种老太太？真的，你想跨年呢，结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自己一个人往家走，离庭园我就看见一个摆摊的老太太，哎，那个老太太太可怜了。你想跨年呢，那么热闹一天灯火通明的。真的，当时你看那个场面呢，哎呀，太揪心了。就你看那个场面，感觉就卖火柴的小女孩，老了。我感觉我必须得支持一下她了我要是再不出手，老太太就要看见她奶奶了。所以当时我特别小心地走到那个老太太面前，再三确认，只有1个老太太。我随便拿了一个那种看着大概3、2块钱的塑料球，一摁能亮的那种。我问她，我说：“婆婆，这个球多少钱呢？”35。35。不是这玩意儿，它凭啥卖35？朋友们，35是什么概念我点外卖点2份炸鸡，34元。哎，你要问我在哪儿点的外卖？
那当然是淘宝闪购啊！上淘宝闪购搜索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1份炸鸡券后17，2份只要34元，鼓掌！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个我是说老太太啊。朋友们，你们可能对他卖那个球的成本没有了解。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东西在网上的名字叫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售价高达1元。他要我35块钱，这代表我如果当天晚上给那个老太太35块钱，他能拿这笔钱去吃2份炸鸡，剩下的钱还能买一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老太太可能觉得有点过分了又开始跟我对话。那要不你拿俩，给60。不是我长得就这么需要那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还2个要60，这也太优惠了吧？便宜了整整10块钱呢，10块钱都够你买10个波波球闪闪星空仙女棒了。这玩意儿卖多少钱是你的自由，但你也不能讹我呀！这当时我就站那个老太太对面，我就看着那老太太，我就看着她，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就在想，就她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你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她就是因为该。真的，我当时我看着她，我世界观都崩了，我就开始在那怀疑。我寻思，你说咱小时候看那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故事它真是那样的吗？圣诞节的晚上，小女孩惨死街头，1根火柴没卖出去，冻死了，1个管她的人都没有。哎，你说他们那边人真能冷漠到那种程度吗？那就能1个善良的人都没有吗？你说有没有可能，就当天晚上有一个善良的人？假设那个老太太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哦，可怜的姑娘，你的火柴多少钱呢？哦，先生，1根35。哦，我的上帝，我再去溜达溜达。哦不，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2根60。可是我只有10块钱呢，10块钱你买个屁火柴！摇着，谢大摇的。谢谢杨仔。喜欢杨仔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杨仔，谢谢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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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解读还是挺有意思的，哎呀，我是拍的最早的，是。就到那个卖火柴地儿，其实他一点不突兀，他前面铺了一下子，就他垫了一句。如果他那个老奶奶在那儿，我觉得他这个做的很细致。然后我觉得他在舞台上那个台风很扎实，整个一个叙事特别稳。你说到那卖火柴小女孩，而且那个对话里还是有点那个翻译的味道，什么上帝啊什么的。那他就把这2个，一个东北话和一个有点那口音的那个外国话结合的特别好，就是这个还原场景能力也特别强。谢谢老师。对杨仔的那个表演特别逗，他不是那种很丝滑、很游刃有余的表演，他会让你觉得是顿顿的那种感觉。但是放在这个舞台上和放在你的脱口秀里面是特别恰如其分的，就让人看着更好笑了。然后你的笑容吧，你每次都不会笑得特别大，你好像一直在假笑，但是又给人一种又憨厚又不真诚，就是在中间值的一个摇摆状态，就很好玩。看着就容易被骗是吧？那我感觉小马姐你让她骗了，她肯定是要超过这个油韧度的，这是她的一个风格。对，因为我一开始拍灯的时候是拍在那个淘宝这个商务这里，其实我拍完是有点后悔的，因为我也觉得很精彩，但还好后面你把它翻过来了否则这个灯我就要收回来了。把它收回来吗？没有，很好。其实我们所有观众都知道，后面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会变成一个她的叙述里的坏人，
多一层的是，观众也会想，我该不该在这个地方笑？我笑了之后，其他人会不会因为我的笑，觉得我是一个连点道德包袱都没有的人？但是杨仔处理的就很好，他让观众，让我们就笑的，至少是此刻是肆无忌惮的，或者叫做没有防备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处理是非常好的，帮我们免责了。对对，特好，谢谢杨仔，谢谢。谢谢大家。